在过去飞奔的40年里，我们建了很多新城和新区。不过这些新城新区不可能一直就叫新城新区，因为时间可能不只是一把杀猪刀，它不但会让新的变旧，时间可能还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而当我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这景色就有点让我迷惑了。这里既不是香港，也不是纽约，更不是伦敦。如果你远看这些楼宇的气势，简直比北京的国贸，比上海的浦东更壮观。但只能远观，如果细品的话，就是另一番景象。所以，这个将近20年前就开始规划的新区，现在的模样，充分地证明了时间的重要性。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膜拜，理性才是对待所有事情唯一正确的选择。而我本以为滨海新区可能除了这个知名的金融区外没什么可逛的，但谁知道这里大的远超我的想象，所以大家做好准备，这一期可能又要超时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天津的滨海新区是否还是一个新区。滨海新区的重要，估计一般人可能都意识不到。现在所有人都在说长三角、珠三角，但这里绝对是北方为数不多的经济引擎之一了。这里曾孕育出中国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的经济总量是整个天津的 42.6%， 其 GDP 在全国19个国家新区中也仅次于浦东新区，排名第2，而人均 GDP 则是高居第1，所以我们可能都没有太在意这个新区对于整个北方的重要性。我先来聊聊我在这个瑜伽铺的感受。不可否认，走在这里的感受和别的那种烂尾项目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你知道滨海新区对于整个天津、北京，甚至整个华北的重要性后，你完全能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激进的决定。因为滨海新区在数据上，即使放到现在，也是碾压一众小地的存在。这从贵阳到天津，居然有同样的即视感，是吧？我突然觉得在贵阳那个烂尾的未来方舟好像，由大屋变小屋了，这是小巫见大巫啊！它这整个金融岛、金融区几乎有，我觉得有2/3的楼啊，都是咱们不说的。至少有一半的楼都是一个半荒废的状态，还有1/3的楼就这种，它盖都盖好了，然后完全没有人入住的，也没有使用过。你看这个风格，我觉得至少有10年以上了，脏兮兮的。哎呀，原来我那年去拍那个天津那个117，好像也不算什么，除了高就真的不算什么。你看这应该是没有人，也不让上去，这草都长得，你看，对，满了，这就完全没人管嘛。你看这车就胡停。我们前面还有一栋烂尾的，被挡着了，你别看见。哎呦，还有车能上，这。对，这现在都6点了，天都有点要黑了。还能停车是吧？你看这楼里应该亮了1/10，20分之一的灯都不到。烤蜜薯，哎呀，这个好呀，这儿连这种外面的做小买卖的这种小车都特别少了，逛了半天才一个，就说明这儿没人消费了。这个响螺湾的现状貌似并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景象，也有人正常上班，下了班也有人休闲娱乐，好像就和任何一个金融区一样，只是人有点少。我还头一次看派出所给自己打一个这个广告吗？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要宣传一下这个地方，怕人家找不着还是？
你说，哎，咱们不提这个烂尾楼啊，视觉上确实不太舒服。但你说这环境，在这放个假，然后看看刚刚那个房子，这民宿普遍都是100以内，就是60、70，然后看的都不错。哎，你说住在这儿放个假是吧？但是确实没什么娱乐活动啊。你想吃点什么美食，可能也不太够啊。哎，小公园真不错，你看多好，在海河边上，这是海河吗？应该是海边上了吧？这是入海口。你看多壮观，各种摩天大楼作为这个背景，我觉得你们都得来一趟，放个假什么的，这何必挤到维多利亚湾去嘛？他们就该在这儿搞个灯光秀，每周末有个灯光秀，然后北京人就来这边看灯光秀，然后在海河中心放点烟花。你看这旅游嘛，对吧？北京人去哪儿？这多好啊！这弄点咖啡馆、高级西餐厅，这假装在维多利亚湾，想办法嘛，是吧？各种办法。第二天我站在这个滨河公园的时候，就完全是一种仿佛站在了曼哈顿的感觉。这时候我突然觉得，咱们这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都不一定了。人家曼哈顿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才有那种规模和繁华程度。我们竟然能在几年的时间完全复刻一个曼哈顿岛出来，即使这个岛里面是空的，也绝对是人类的奇迹。就跟我去那个香港的感觉差不多，中环那边。但这有塑料布和鸟窝，就你一抬头吧，我觉得我在北京都没见过这种，没有这种气氛，就这么密的高楼。你别说，这个地方马路修得很认真啊，就是你在一些细节的街景上啊，看起来就跟那个特别成熟的街道。这个过街马路的这个灯啊，还有报时功能，特别的国外。但是实际上一个车都没有，你不需要去等。而当我走在这些楼宇里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我在香港中环那种摩天大楼带来的压迫感。我虽然没有去过纽约，但是关于纽约的电影可是真的没少看。不过我依然非常惊讶于他们对于在外形上复刻那种国际金融中心的能力。我在上海逛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连这里的海鸥都在配合他们要传达出的气质。然后就在这个瑜伽铺这儿找了一间民宿，这只要70多块钱啊！你看，冰箱也有，然后洗衣机还有洗衣机，哎呀，真是，你说多新吧也不至于，但是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合适。但是这个风景就很屌，所以你在外面吧看的这些烂尾楼是风景，你在屋子里它也能当成风景。大概这些楼的作用就是这些吧，我觉得。假装住在纽约那个曼哈顿岛是吧？有那感觉了吗？
脑补一下也可以是。而最能印证想把这里打造成中国曼哈顿的证据，可能就是这个茱莉亚学院了。不但纽约的曼哈顿也有一个茱莉亚学院，现在这里也有。虽然官方给出了一个非常官方的理由，什么给瑜伽铺文化赋能、提升软实力，以及提高地产价格，让瑜伽铺从单一的经济中心向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性城市空间转变，但他们根本的初衷就是希望把这里打造成和曼哈顿一样级别的区域。我也用一个非常官方的话语来总结一下，果然还是领导敢想敢干，其勇气着实令人佩服。在这里走了一圈，我觉得真正能称得上设计感的建筑，也就是这个茱莉亚学院。我就没进去拍，估计也不会让我在里面胡乱走一通，我就放一段人家自己的宣传片给大家看看吧，肯定比我拍的好。你别说啊，这种建筑就是跟艺术沾点光的建筑啊，就是设计的会好看一些。只要你把这个建筑抽离于这个地方啊，它看着还是挺高级的。外卖骑士一经过，这个高级感荡然无存。你看这，哎呦这个角度看这里确实是漂亮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特别是这个响螺湾对面这些高楼，哎，你假装在纽约，你懂啊？你懂我那意思吗？我说这个茱莉亚为什么建在这儿呢？它也有这个纽约的感觉。哎，这不错，这个感觉滨海新区最大的好处就是地方大，而地方大，什么建筑都是巨大无比的。你们看这个滨海文化中心，我几乎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见过功能如此多的建筑。要说真的有的话，那就是天津本部的天津文化中心，那真是比这个还大了好几倍。我们下一期可以聊聊滨海文化中心，他们把所有的什么剧院呀、电影院呀、什么图书馆呀，然后各种演出啊，然后都报不完名字的这个项目全放在一个楼里。说有个网红，哎，发现滨海这个地方，哇，哈，哇，可以，文艺中心。这个进来一下子就暖和很多，确实是应该有功能啊。这还有一个下沉美食一条街，这个就很好。你看南方就不需要这种大型的这种中心啊之类的。要说这个建筑的空间设计，相对于一个内地城市来说，真的是很少见，没有任何憋屈之感。你看北京到现在这个等级了，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单体建筑可以让你在里面自由活动，可能成都的那个环球中心可以一战。我简单逛了一下，里面基本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几乎可以满足你带着一家人在这里一天的娱乐休闲生活。可以想象冬天夏天在这里真的是一个避寒避暑的绝佳之处，而且这里比普通的商场更有空间感，不会让人觉得压抑。就是人是真的少啊，什么都有，羽毛球馆在这周中间，麦当劳、肯德基、Tim Horton 都有。
咖啡馆，真不错。这个科技馆也在这儿，美术馆也在这儿。这个楼里就是你反正干什么你就来这儿就行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超市啊，再把超市放这儿。这个文化中心不但本身有设计感，里面这个图书馆也相当的有设计感。在我来之前啊，基本没有做什么功课，根本不知道这里面藏着一个被誉为中国最美图书馆的网红图书馆。所以一眼从外面看里面这个有大球的图书馆，的确很震撼。一个巨大的滨海之眼球体与层层叠叠的书山融为一体。反正官方是这么解释这个图书馆的设计意图的，但我觉得怎么解释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确设计了。虽然这个图书馆里真的没什么书，而且作为图书馆来说，室内的空间几乎一半都被这个大球给占了，但我觉得啊，我们的确缺少这种有设计感的地方。城市不能千篇一律，不然生活也就千篇一律。不过我是中午来的，看起来晚上来更值得一看。我们到这个国家海洋博物馆啊，真是大呀！这我估计北京什么周边啊、河北啊都来这边，都可以来玩。前面聊的这些都挺大，不过更大的还在后面。我直到这次才知道这里有个国家海洋博物馆，我还反复确认了一下是不是什么天津海洋博物馆，这里的的确确就是国家海洋博物馆。太奇怪了，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滨海新区实在是有点低调了。我来之前脑子一直有个印象，就是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但逛着逛着才回过神来，我们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我们当然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只不过过去几百年总是在闭关锁国，大陆国家的印象就这么形成了。这里被称作海上故宫，占地15公顷，展览面积2.3万平方米，馆藏数量4.2万余件，现在已经开馆快7年了。这个建筑是中澳合作设计，设计主题是北冥有鱼，向海而生。4条通长的白色流线型大型单体通过连廊和中央大厅相连，形成4大场馆布局，由陆地向海洋延伸，象征着陆地文明向海洋文明的探索追求。展览的内容从远古海洋到近代中国海洋史，还有现代海洋科技，可能是博物馆过于巨大，还附赠了一些只有科技馆才有的太空馆，甚至科幻内容。你们看这些外星人对孩子的吸引力可能比其他的内容更大。这个博物馆算是一个通识博物馆，所以对于纵览国家海洋历史是比较有帮助的。如果你已经对中国的历史不说烂熟于心，至少有一个广泛的认知的前提下，这个博物馆的新鲜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我对这里的评价是，谈不上特别惊艳，但绝对是周末逛娃的好去处。
孩子们就喜欢那些看得到、摸得到的有现实感的东西。但现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以后估计需要更多高科技交互体验，才有可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也产生兴趣。这是真的古城啊！不知道从何说起，反正就是看到地图上这有一个我就来了，好像也不收费，那咱们就进去转转吧。看着还行是吧？像那么回事。我觉得这城楼啊是放在古代啊，怎么也能防一阵子兵吧。这旁边这个有点矮啊，架个梯子就上去。不过不重要啊。现在的这个古城嘛，就是你要像就行了，像都很难。最后我还发现滨海新区也有个古镇叫北塘古镇，这里还真的有点历史。明嘉靖年间，为防倭寇，北塘修建东西2座炮台，史称北塘双垒。晚清时期，北塘逐步构起水陆相依、炮营结合、水雷相辅的军事防御体系，与大沽口形成犄角之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6月，大沽口炮台陷落，北塘炮台被列强包围。驻守北塘的清军以及义和团总计不足3000人，面对强敌，浴血奋战了3个月，成为八国联军攻陷的最后一个军事设施。1900年后呢，北塘炮台被彻底拆除。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当然是复建的，只不过他们说是按照明清北塘鼎盛时期的格局复建的。当然，这也是个还没建完的烂尾的项目了。他们要是早几年知道现在短剧这么火爆，也许这里就不改古镇了，直接盖一个古装短剧拍摄基地，可能他们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在这开民宿，我都找不进来都，不知道车怎么开进来。海鲜饭店，还有书院呢，就是毫无道理就开了一家，造了个古城出来，没有任何缘由，这跟我去的那个湖南的古城一模一样，但是这好像还有点人。哇，还有健身房，看看健身器材。这浪费了啊！你看这种老民国时候的商业街的感觉，其实搭的味道还是可以的，就是完全没有，这不可能有游客来嘛，对吧？这门还开着，弄得还挺干净。还有戏楼子啊，这戏楼子旁边应该就是卖的楼的那种，卖不掉了。哎呀，这种就喜欢逛这种地方，一个人都没有。你看这个饭店招牌还挺有味道的，这原来还台球室呢。台球室开到这儿，有人来打吗？嚯！感觉还真有人哈，你看。这会有人来这儿打台球吗？我实在是，哎，这大牌楼，这做的挺好啊，这比那个大庸古城可认真啊！你瞅瞅，这但凡是真的有商铺在这儿云集是吧？它是个有点味道的地方。你看小广场弄得还挺好，这要在什么南方的
成都那边就喝茶了是吧？你管你有没有历史呢？先喝茶为敬。这小院多好，而且看起来也不是那种粗制滥造的建筑，估计这立个几十年一点事都没有。空空荡荡的古镇，多有感觉啊！你们拍那个古装剧是吧？这条街完全够用了，稍微打理一下。这个民国的，这整挺大一楼，还有这个。还有护城河，还能把大门把桥给吊起来。我在外面看还以为是个西式城堡呢，看那个角。你有见过这样的？这是个西式的城堡，这桥是真能吊起来呀！这一点都不像中国的城堡吧？你看，这一点不像中国的古城。这得花多少钱啊？修个城，我去！人家叫大鱼海棠是吧？他就整个大鱼北塘。大鱼海棠的票房都扑街了。你们应该看过我拍太多烂尾的古城古镇了，我已经没有任何语言来描述，词都用完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就好了。我对这些古城古镇唯一的期望就是再等100年，或许这些古镇也就有了自己的历史价值了。看来北方的古城也好不到哪儿去。还有鱼，哎呀，可惜了。滨海新区的金融城还没有完全被利用起来，但塘沽老城区的景象甚至和滨海新区这个词没有任何联系了。他们还保持了至少40-50年前的样子，就和很多北方小城一样。原来北京也有很多这样的小区，但北京嘛，事关形象，甚至事关国家形象，这样的小区都至少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外壳，而这里之前没有动力改变，现在他们也没有能力改变了。估计也许大概这样的小区还能再这样保持个20年以上也没准。不过这也说明了过去的房子质量真的是好。洋货市场我上一期视频已经聊过了，那其实就是老塘沽的传统海外代购业务在网络购物和国货强势崛起的背景下已经衰落的真实写照。好啦，又到了最后了。如果我们单看那个瑜伽铺和响螺湾，可能会觉得滨海新区是不是已经落寞，但其实滨海新区经历了7-8年的低谷期后又重回了增长曲线，而且人口这几年都是净流入的趋势，这都得益于高端制造业的提升以及新质生产力等相关政策的影响在逐渐扩大，比如航空航天、生物制造还有低空经济的发展。
其实你到滨海新区来看看，就会发现这里的硬件设施真的不是一般普通城市能比拟的。我就不说那个神似曼哈顿的瑜伽铺了，你在滨海文化中心可以享受全国最美的图书馆，你在海边还有一个免费的国家海洋博物馆，这里还有各种极地海洋公园、各种游乐场、古城，还有各种商业体、漂亮新建的小区。所以呢，我对这里的看法倒是没有那么悲观。这里和我之前拍的一些没有希望的烂尾项目不一样，经济不可能一直下行，滨海新区也会迎来新的机遇，这里的重要性就从来没有消失过。